今天要先改变一下剪辑顺序，先给大家看一个一刀未剪的5公里。为什么有这5公里呢？是因为昨天晚上田中先生在群里说，今天要和藤冈先生跑一个比较快的5公里，看看有没有人要加入。所以今天我就加入了，特别的开心。如果不想看，就往后倒10几分钟，大家看看我这5公里跑了多少，特别开心，太带劲了。走，准备了啊！哎，好了。嗨。
厉害。はい。
320。到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6月1号，6月的第一天，星期天。今天晚了，今天都5点41了。起来看了特别激动的消息，王文杰新的10000米记录27分48秒68，对不对？我提高了不少呢，而且真的是个，就看绝对成绩也是个特别好的成绩了。而场地赛不一样。我也就看评论就说我们应该多弄点场地赛，我也觉得是。我6月就这个月15号22号2场场地赛，15号是3000米，22号是5000米。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在场地上跑5000米是个什么感觉。还有就是今天6点半，田中先生要带藤冈先生跑5000米，跑5公里。对，一般路跑我们就说公里，目标是想跑进17分钟。昨天还在群里号召说，谁觉得行可以一起，我看看今天的身体状态好吗？所以带了一个胶，然后穿了这条裤子，看看啊，这条是那个3.0 Pro 菲比特的，人穿了双新鞋，看这个配色的闭麦，现在还都在618的活动中，大家有兴趣看看评论区。我手表扫好星了，我们准备开始。
嘿，小伙伴们，6:24，我跑了8.2公里过来了，还是决定参与一下。虽然已经连着2天了，我主要是前天自己跑那强度，我感觉有点顶。昨天其实还行，今天试试看这5公里能不能跟住田中先生，因为我 PB 才1657，但是我那个 PB 是场地赛钉写的，试试看，是不是？这场地赛跟路跑真的是挺不一样的。歇会儿把这个胶吃了，还有5分钟。这是什么味儿？甜菜根味儿。我还有一堆薄荷味儿的。每次吃完那个薄荷味儿的，就跟刷完牙没漱干净口似的。你看，就你想吃这么干净，在高速马拉松中其实挺难的，真的。所以你看，有的运动员，包括之前看千朝大神在信哥的播客上分享，他国一那次也是，就是多准备。人家那次有自己的补给桌，这一次吃不干净，吃干净真挺难的。看看今天的选手们。但是主要想破17分的选手还没到，要等一等。我先把手表停了。场地赛为什么和路跑不一样呢？场地赛特枯燥，就是你数圈儿。你平常你一跑，你说5公里好短呀，但是你说这场地上12圈半，哎呦，就感觉真的是无穷无尽，而且你的记忆特别深刻。就是你上一圈，比方说我上一圈跑到100多米这儿，这拐弯这儿我觉得特累。那你下一圈快到这儿的时候，心里有影响。其实我从来没有认真跑过场地赛，就上次那一次，那是我的第一次。如果不算上学时候的运动会的话，那第一次感觉和路跑怎么说呢？这真的是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最后特别逗，那天最后还有200米的时候，大河原先生他在就是200米起点那儿，因为下一场他是3000米的竞走，也是有一个半圈。他就在那儿，然后他还教他边上的一位工作人员说，因为他先看好了我那时间，他就给我喊还有44秒，还有44秒，就是离17分钟，200米44秒，最后的那200米啊，真的挺难的，我就玩命的冲，最后才冲下来。跑之前没有想到会那么累。啊，一兄弟。开心，今天就再顶一次，不重要。就是你觉得累，其实不是那种累，就今天那种累，跟上个周期我跟大家分享那种累完全不一样。上个周期的累就感觉这个激动的心全都用完了。这今天呢是腿稍有点累，但是还行。不过就是见好就收，注意安全。尤其是刚进入夏训，你刚进入夏训要是伤了，尴尬了就是不是？这月还有2场，这月15号去跑一个3000米，特别逗。上次那5000米那位亚军，那位先生姓冈田，对，冈田先生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咱们奈良那个10公里，平城京10公里。我跟那儿拍，我说有一位选手穿的特复古，特像之前的体操选手，就是他。他那次参加了5公里，当时还不认识，大河原先生认识他。然后15号那个比赛也有5000米，也有3000米。我当时想，我说别老跑5000了，跑个3000试试看我能跑多少。然后我一看出名单了，冈田先生也报了个3000米，他也没跑5000米，感觉特别有意思。而且他那个名字特别逗，他那名字的发音和阿童木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阿童木其实是那个英文的原子的发音，然后变到的日文，就是那个动画片啊，是那么回事儿，就跟哆啦 A 梦其实是 Dream 的英文变成了哆啦 A 梦，然后我们再翻译成中文，所以他那名字大会一念出来就是欧卡达阿童木，特别有意思。但是他那中文字不是阿童木，就只是发音一样，有意思。看看这次的15号的3000米我能跑到，能不能跑进9分50、9分45？试试看，9分45就是3分15的配速呢。大河原先生都给我计划好了，他说你第1公里3分13，不对，他说你第1公里3分06，
第2公里3分12，第3公里3分15。哎，腾刚先生来了，今天要上战场，哈哈哈！穿了 Meta Speed。Age of Sky。其实大阪城的这个路线不太适合5公里去冲成绩，因为有180度的折返，而且要折返2次，应该是要折返2次，折返1次最快最长只有4.5公里。危ない。こっちが行きますわ。バイバイ。拜拜。哦，感觉气氛不太一样，好紧张啊！准备了啊！哎，我 PB 了啊！孩子，还到，害怕了，最后一啊，害怕了，啊，几个半死啊，几个半死啊，你干嘛？nice。nice。就17-10啊。17分10很可以，这位先生太棒了。ほんま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めちゃくちゃありがとう。看看我1651啊，可以。那路跑比场地赛轻松不少，就最后那个地方啊，我感觉啊，心理层面多，就是我知道快完了，所以地方我要是不知道快完了，比方说今天是6公里，也就跑了。小伙伴们看今天 PB 的衣服，这件轻功这个导航大师，这跟我最早穿那个轻功那紫背心的材料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你看这5公里完了以后，你看这儿其实湿透了。也还可以，因为它这件衣服的面料比最早轻功那件紫的要厚，要挺，所以呢，它就自然而然的没有那么的贴，然后也不沉，挺轻的。然后这裤子很不错，这裤子跑起来跟那个北京那条和之前那个普通的那个袋鼠裤比，会更加存在感小一些，就是穿这条跑起来和穿之前那 Oregon 那个完全没有收纳 Nike 的那个感觉差不多了。而且我这边还装了能量胶的带儿，然后后腰那个兜里装了另一个这个摄像机的头，就这个 Go 3S。挺不错。唯一就是我每次拍强度的时候，就我拍摄的时候，帽子要冲前的时候没有帽檐导汗，所以汗会这么往下流，会稍微有一点点影响跑强度的时候。你看我场地赛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影响，仍旧不行。而且那天比今天状态好，那天吃了饭，然后调整，而且不是晨跑，还没有之前这8公里多，就是之前8公里也没有照着热身那么跑，就正常跑的5分以内。所以场地赛和这种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特别觉得我们应该多办一些场地赛，因为这个地方像大阪、东京什么的，其实场地是相对少的，它不像咱们那儿，这儿好多学校都是没有田径场的。其实咱们那儿像大学的田径场，如果周末
然后办一些这种市民的场地赛，我觉得对推广田径类的运动特别棒。就我那次参加场地赛，有一位撑杆跳的女士从奈良来，75岁到80岁的年龄组的，就是撑杆跳，他们这儿普通人都有人练，就早上起来带着杆就来了，自己的杆，然后自己在那儿码那个，因为跳高跳远它有那个起跑的那个点，自己的号码有个小牌牌，然后就放在地下，标记自己从哪儿起跑，就弄得跟奥运会似的。那咱们那儿，你说周末如果用这些场地，然后还给学校创收，那肯定不是白用啊。然后大学生周末不回家的一看，哎，这个挺有意思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，然后田径就会越来越好。昨天那个27分的10000米真的是激励了我。其实我早上起来知道的，我特别激动。然后昨天本来没决定来参加今天这一场5000，因为前2天都是强度，但是今天还是努力干。所以变强真的是一个自己感觉不到的过程。我记得2023年夏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跑团有一天测试了一个5公里，那天我跑了17分01，就是石川先生带的那次。那天特完善的准备，然后也是同样的赛道，还不像今天，那天没有跑到那头，没有上那缓坡，那天跑完都不行了。那天跑完本来说跑最短路线3公里回家，跑出大本城公园跑了几百米就不行了，就上地铁了。而且上了地铁我都坐错车了，就都晕了。但是你看今天16分51，你不能说轻松加愉快，但是很愉快。之前跑了8.2公里，然后现在还要多跑几公里的回家，而且跑得不太累。气温呢差不多，那个时候是刚凉快下来一点点，这时候还没有，现在是还没有热到那程度。而且最不一样的是，那天是我的调整了训练周期的那一个测试，而今天是前天我跑了一个自己的强度课，昨天跟大家跑了一个小强度，今天又继续。然后早上起来什么都没吃，起跑之前刚才大家看吃了一个100千卡能量胶，当然能量胶是很有用的，但是我那次也吃了，所以变强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，可能自己都感觉不到。就像你看昨天那个27分48的10000米，那把我们国家纪录往前提了都好多呀，但是你看并没有出现中间的，比方说27分59、27分55、27分50，直接就27分48了，太棒了。我刚才跑到最后1公里，脑里就想，我今天早上看的那个片段，场边是教练还是不知道什么角色跟运动员喊说松肩抖肩，然后坚持住，我脑里就出现这种话，我觉得特别带劲。所以昨天直播很多小伙伴问心率啊、配速啊怎么进步啊，其实你只要跑了你就进步了。买个水，刚才相机没电了，上去拿了一趟手机，拿了个100日元的硬币。这个水是运动饮料，每100毫升12千卡。来看看数据，把手机拿下来就是为了看数据。5.01公里，16分51秒64，平均配速3分22，平均等强配速3分21。平均心率176，最快1公里3分19，消耗272千卡，运动表现出色。而且这次2个180度的折返，速度损失没有很大，不像那一次了。那一次，所以说明那一次没有这次状态好，对不对？如果按配速看的话，我有23%在乳酸阈区间，然后74%在速度耐力区间，3%在无氧区间。心率上升的很快很稳，可以，平均步频212，最大219，可以，步幅1.4米，哎嘿嘿。
看看触地时间163毫秒，左右平衡。这个左右平衡其实这条路不准，因为这条路其实一直是在一个就是弧形，它虽然不是那么的拐弯那么大，但是一直在一个弧形中，所以每次跑这个赛道左右平衡都是这样，很正常。垂直不符比4.3%，训练效果，训练重点是最大摄氧量，可以。第1公里320，第2公里326，第2公里就是第一次180度折返。我当时一看表326，我觉得哟好像有点慢。然后第3公里322，第4公里321，第5公里321，可以。326的时候，当时我还想，哎呦会不会甚至连不能实现之前的324的目标？没想到最后还不错。其实还是很累。设备是 Pace Pro 2代的 Pod 和心率带，可以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